这一天，上海市一家医院的肛肠科来了一个17岁的小姑娘。医生检查之后，马上开始用药治疗。这个姑娘名叫小云，是一名高中学生，以前身体一直挺好的，可最近假期结束回到学校之后，就开始上不出厕所来了。孩子就天天坚持着，直到今天都2个礼拜了。这小肚子鼓鼓着，老师同学都觉得她很不对劲儿。老师一追问，她才说出实情。老师就给小云的妈妈何心怡打了电话。经过医生的处理，时间不大，小云便上了厕所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何心怡就问小云：“你在学校吃什么了？怎么会这么多天拉不出来？”“妈，我也没吃什么呀，就是跟同学们一样吃食堂，连零食都没吃过。”听女儿这样一说，何心怡若有所思。片刻之后，她一拍脑门：“哎呀，该死！你爸真该死！”原来何心怡是想起来前些天小云放假，她的前夫常世洲到家里来看女儿。何心怡把事先准备好的药物偷偷放进了常世洲的水杯里。现在看来，肯定是前夫常世洲怕水有问题，就跟女儿换了水杯喝水，才导致孩子这样的。于是在把小云送回学校之后，何心怡马不停蹄就赶奔常世洲的单位。常世洲正在办公室写材料呢，哐当一声，门被推开，走进来怒气冲冲的前妻何心怡。“姓常的，你的心也太恶毒了，你怎么能把危险转嫁给女儿呀？你太没人性了，你不配做一个父亲。”此时常世洲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忽然听到这么一通连珠炮的质问，有点发懵。“何心怡，你又怎么了？女儿怎么了？是小云出什么事了吗？”“哈哈，你这叫不打自招呀你！看来就是你故意给小云喝你那杯水，让女儿替你受罪。”“我那杯水？你是说前些天在你那儿喝的那杯开水吗？那不是你倒给我们喝的吗？”何心怡一时语塞。常世洲急了，他很担心女儿，就进一步追问。何心怡这才无奈地说出全部实情。离婚之后，常世洲净身出户，何心怡带着女儿生活。那天常世洲来看望女儿，何心怡就用玻璃杯倒了3杯开水，给常世洲的那一杯水里面放了一种能导致便秘的药物。因为何心怡有个便秘的毛病，以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常世洲总是逼着她多喝水，吃蜂蜜，吃水果，还不让她吃辣椒，搞得何心怡很是心烦。尤其是她只出轨过1次，而且都道歉了，常世洲居然不肯原谅，坚决地跟她离了婚。所以他才想小小的报复一下，让常世洲也尝尝便秘的痛苦。听完何心怡的叙述，常世洲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幸亏不是毒药啊！何心怡，那天是小云觉得我这杯水温度刚好，在你上厕所的时候，她就跟我换了杯子，所以才让孩子受了这个罪。你确定不是你怀疑水里有药，主动给小云换的水杯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“那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看咱们可以复婚了。”常世洲一听，心说这弯也转得太快了，于是马上说：“那不可能，况且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”“什么？有女朋友了？咱们离婚刚5年，你就有女朋友了？她是谁？是不是你们以前就认识？”2个小时之后，常世洲不得不让保安帮忙，才把前妻何心怡请了出去。第2天，常世洲便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要回女儿小云的抚养权，因为他很担心何心怡的精神状态会影响到孩子。后来法院判决抚养权改归常世洲。拿到判决书，何心怡崩溃了，他不顾台风带来的暴雨，哭着冲到大街上，在风雨里狂呼乱喊，
全身湿透、头发凌乱的何心怡被一块倒下来的广告牌砸成重伤，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才出院。住院期间，都是常世洲在身边陪床照顾。等痊愈之后回到家里，何心怡一把搂住常世洲，两眼垂泪，生平第一次向常世洲说软乎话：“世洲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你别走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朋友，您觉得常世洲应该答应吗？他会答应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看法。